最近大家可能在各大社交平台上都刷到过这样一条让人焦虑的帖子。帖子说，无论男女，肺癌已经成了浙江省的头号杀手。甚至还有更扎心的描述，说咱们不吸烟的女性之所以得肺癌，全是因为天天在厨房里做饭。说肺简直是在油锅里洗澡。这让很多天天为家人操劳的妈妈和妻子们瞬间陷入了巨大的恐慌。那么，这到底是科普还是在贩卖焦虑？今天我们不输出情绪，只用严谨的科学数据来说话。首先，我不卖关子，帖子里说的一个核心事是对的。多份官方报告证实，肺癌确实是浙江省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。比如2019年的数据显示，肺癌占了浙江省癌症总发病数的 20.81%， 占死亡数的 29.09%。我们必须直面这一严峻公共卫生现实，但是把非吸烟女性的肺癌的黑锅全部甩给厨房油烟，真的科学吗？接下来的时间，我将为你解构一场由环境、基因和生活方式共同引发的完美风暴。看完这期视频，你不仅能放下不必要的恐慌，还会得到一套真正不用花1分钱的防癌指南。我们先来直面大家最关心的厨房油烟问题，它到底是不是致癌物？答案是是的。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 早就将高温煎炸产生的排放物归类为2类致癌物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意味着它在动物实验中已经有了充分的致癌证据，对人类也有很可能致癌的有限证据。在咱们中式烹饪特有的爆炒、油炸过程中，高温会让食用油和食物发生反应，产生复杂的化学混合物。这里面包含多环芳烃 PAHS， 特别是大名鼎鼎的强致癌物苯并芘。它还包含甲醛苯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，它更是室内 PM2.5 系颗粒物的主要来源。这些颗粒物会携带致癌物直接深入我们的肺泡。多项针对非吸烟人群的荟萃分析发现，长期暴露于厨房油烟确实会显著增加肺癌风险。有些研究甚至发现了剂量与反应关系，也就是做饭越频繁，厨房通风越差，风险就越高。所以，原帖提醒大家注意油烟，这绝对是好意。但是，用肺在油锅里洗澡来形容，并把它当成唯一的元凶，就完全忽略了肺癌成因的复杂性。因为在非吸烟者的世界里，还有几个隐藏的更深的冷面杀手。如果你或你的家人从不吸烟，请一定要认真听接下来的内容。科学评估显示，非吸烟女性的肺癌风险其实分成了几个梯队。第一梯队证据最确凿、贡献度最高的，其实是室内氡气和二手烟。氡气，这是一个很多中国家庭闻所未闻的名词，它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放射性气体，从建筑材料地基缝隙中渗入室内，尤其在通风不良的房间里积聚。氡气是除吸烟外导致肺癌的头号原因，也是导致非吸烟者肺癌的最主要风险因素。二手烟，原帖提到了这一点，这非常准确。二手烟也是明确的别类人类致癌物。与吸烟伴侣生活的非吸烟者，罹患肺癌的风险会增加 20% 至 30%。第二梯队才是室外空气污染和我们刚才说的厨房油烟。早在2013年 IARC 就把室外空气污染整体列为了最高级别的一类致癌物。长期吸入高浓度 PM2.5 会显著增加肺癌发病率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必须提到的背景因素，基因与遗传。非吸烟者的肺腺癌往往带有特定的驱动基因突变，最常见的就是 EGFR 基因突变。这种突变在亚洲非吸烟女性患者中发生率极高，可以达到 50% 至 60%。这更多是随机事件或遗传易感性，跟吸不吸烟关系不大。你看，这才是真相。非吸烟女性的肺癌是一场由室内外环境、生活方式和基因共同导演的综合悲剧，绝不是简单砸掉一口炒锅就能解决的。了解了风险，我们该如何防范？社交媒体的帖子里有2句话说得非常在理。第一句，胸片看肺癌等于隔着毛玻璃找蚊子。这话虽然糙，但理不糙。传统胸片对微小的早期肺部结节非常不敏感，漏诊率极高。国际医学界公认的黄金标准是低剂量螺旋 CT， 它是3维成像，能发现1至2毫米的微小结节，特别是早期肺腺癌常表现出的膜玻璃结节。对高危人群使用 LDCT 年度筛查，它使肺癌死亡率降低 20%， 而且它的辐射量只有常规 CT 的1/5到1/10，非常安全。
第二句，95%的肺结节是良性的，定期随访比盲目开刀重要100倍。随着 CT 的普及，体检查出肺结节的人太多了，检出率甚至高达20%至30%以上。很多人一听结节，吓得整宿睡不着，但其实被发现的结节中，绝大多数超过90%至95%都是良性的，它们可能只是以前感染留下的疤痕，或者良性肿瘤。国际通行的指南均推荐定期 OD-CT 随访观察，通过观察结节大小和密度的变化来鉴别良恶性，只有表现出明确生长趋势时，才需要考虑手术。所以查出结节不要慌，交给专业的医生去积极监测，切忌过度治疗。视频的最后，我为大家总结了几个实操性极强，甚至不需要花1分钱的预防建议。无论你是不是家庭主厨，都请记好：改变炒菜习惯，炒菜前先开油烟机，再点火，关火后让油烟机再运转5分钟，彻底排尽残留油烟。选对油，控好温，把家里的油换成烟点高的，比如山茶油、高油酸葵花籽油，烟点多在220度以上。千万别等油锅冒烟了再下菜，采用热锅冷油的方式能显著减少有害物质。零容忍二手烟，创造无烟家庭环境，是保护家人免受二手烟危害的唯一有效途径。注意室内通风，不仅是为了散油烟，更是为了防止我们前面提到的氡气在室内积聚。高频做饭者可以戴口罩，佩戴 KN95 或更高级别的防颗粒物口罩做饭，理论上可以减少油性颗粒物的吸入，是一层很好的额外保护。那篇刷屏的文章虽然有些用词夸张，归因单一，但它成功地引起了大家对非吸烟者，特别是女性肺癌风险的关注，这是一件好事。但作为生活在信息爆炸时代的我们，更需要拥有科学的平衡感。我们不需要在油锅前瑟瑟发抖，而是应该养成良好的厨房习惯。我们不需要对体检报告上的结节谈虎色变，而是应该学会科学随访。对抗癌症最好的武器，永远是科学的认知和理性的行动。感谢你的观看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解开了你心中的疑惑，请把它转发给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那个天天为你做饭的人。关于肺部健康或者体检报告上的其他小问题，你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这里是倔强的螺丝钉，我们下期见。